说到吃完，我们知道嘛，吃太重要了。那你们知道吃的来源跟土地有没有关系？对，我前阵子呢听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震惊，就是有机米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说哇，上面标了有机，好像就哇很贵，对，然后加上买，因为看起来价钱很高，肯定就是好东西。但是呢，我的朋友在宜兰有自己种米，他告诉我说，有很多人堆肥，他们会用很多鱼骨头。哇，我听到说，天哪，这不是我理解上的那样子，就是应该是充满了爱跟和平，还有很漂亮的土地种出来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过，鱼骨头它有很多重金属，即便它不是直接有什么直接影响性的生产，但是它放在土壤上面，会不会影响到这块土地？会不会有重金属渗透进去的可能性？可能0.01%都有可能。那么这件事情就跟我们有很大的息息相关。那我们常听见说吃在地有机蔬菜，这个观念如何要去普及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吃到好的有机的食物？其实这是我自己私人很想问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自己有孩子，所以我会希望多采有机的食物给孩子吃，但是在过程的选择上面，其实还是有些疑虑。那当然，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源头，我们怎么照顾到这块土地跟环境？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里面呢，是否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健康的选择？那接下来就更重要了，我们的珍珠贝带老师，哇，我是网络上搜集了很多那个珍珠贝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我科普了很久，然后觉得哇。戴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他不只是在乎这块环境的，他是真的深入去研究，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件事情吃的健康很重要，因为所吃进去嘴巴食物都跟我们踩的这块土地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今天把最后一个重磅、最重要的土地连结交给我们的珍珠贝老师。开心也是我的荣幸，这个第一次到一个场合是有这么高的程度的这个同温层。对，所以在今天我相信各位的那个感受都非常的嗨哈，跟平常我们在其他的场合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想那个今天这个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呢这个我目前的工作对，就是职志呢是我在那个荒野保护协会，然后荒野保护协会呢有这个气候变迁的推动的这个委员会啊。那我们每一个分会都有气候变迁的志工哈。那我们台北分会这边呢有4个组哈。那其中呢，一个组大家很熟悉，就是节能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组就是我们有零废弃啊。现在大家很流行零废弃嘛啊，包括剩食啊、丑食物啊都不要浪费啊，然后可以尽量减少重复性的购买啊，就一次性的购买越少越好，然后把它重复利用等等。然后呢，那我们这边呢有2个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树木组哈，我们会通过树木的量测，然后来带大家知道说，绿碳是怎么回事，甚至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坊啊。在很简单的一个操作之下，就可以带民众或是学生啊，或是社区的民众去理解。哇，我在我的家门口或是公园看到一棵树，其实用目测就可以量。简单的工具就可以量测说，眼前这棵树它大概已经付了多少公斤的碳，它这一辈子长到这么大为止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树木组他们的工作。那我们这个组呢，其实做的是这个餐桌组的活动所以我想为什么今天会被受邀来这边，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口号就是从餐桌来翻转气候变迁那我想很快的跟大家做一点我们在这个荒野保护协会呢，我们怎么看？为什么会把这个餐桌当成是这个环境守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那我想这个气候的变迁，在座大家应该都觉得非常的熟悉了以前会说，那个是美国的野火，澳洲的什么东西，然后哪里的飓风，然后台湾好多年都没有严重的台风过境等等可是呢，今年以来大家都觉得说，那只是没有发生在你家门口，当发生的时候，你简直是没有办法忍受，一点点都不行。像是前次那个中南部非常的严重水灾，但台北一直还好。而有一天它忽然下了暴雨，然后我吓到，为什么呢？我只是在那个忠孝东路的那个顶好，我只是要过马路到对面去，那个马路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呢，我看着绿灯了，我就想我穿一下好像开始滴滴答答，开始掉雨滴。结果呢，我还没有过完，我全身都湿了。这个经验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东区混这么久所以其实代表现在整个气候的变化非常的剧烈，它已经是走极端的天气了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那大家关心食物嘛，所以其实前面讲了跟冰川啊，跟这个北极、南极的融化有关系啦，海平会上升啦。但是我们人其实很现实。就只有发生在我们家门口，马上今天皮肤感受到的事情，我们才觉得它好像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地壳上我们这个陆生的生物到底会面临什么？包括水资源造成的干旱，然后呢，土壤可能会湿度降低，会沙漠化，然后会威胁到粮食的生产然后还有野火会更加的频繁大家最近看到很多的新闻，野火烧了以后就会有空气污染，它出来的热是不是进一步又推升了气候的暖化？所以这一步一步其实都是非常惊人的一些变化的情况。那还包括地壳的能量我们台湾是在这个 Ring of Fire， 就是那一整圈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地震好发的区域。那这个地热的增加，它就会引发更多的地震那这张其实非常重要，其实也就是各位要理解，气候变迁跟餐桌的关系的唯一关键就是这张图就是你看我们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一个轨迹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看食物为什么会到底要吃肉啦，吃素啦，到底要怎么吃啊？要吃有机啊？好像很多很拼图化的这个资讯，但是我们会统整不太起来，因为你每拿一件事情起来讲，就会有人唱一个反调。我们现在不是社会就是面临这样的情况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议题，通通都两极都对立，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难去跟不是同温层的人去沟通那这张图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怎么说呢？你看一个食物它是不是开始它生出来，一定要有人去生产，不管是蔬食、是农作或者是动物肉。等等，蛋奶都是一样，它有一个生产的发生，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第二段会去加工。就算你吃的再原始，你要把稻壳打一打嘛，对不对？你要稍微把它处理一下，分装一下吧。所以这些都是加工的过程。然后呢，再到第三站就是配销那配销的时候呢，你看从前面的生产加工，然后配销，其实一路上为什么我们说它都在造成碳排？就是只要你有用到能源，你就一定会产生碳排。那个就是所谓的燃烧化石燃料啊，或是这个天然气啊，不管你用什么再生能源等等，它就是耗能耗电。所以呢，其实就从生产的过程然后到食品的加工，到配销，它坐了飞机轮船来到我们台湾除非是自产的，台湾本地产的，它的碳足迹就少。如果是外国进来的东西，我们很大比例都是花费了这个高碳排的代价才运进来的。那很多然后再来就是贩售那个贩售呢，为什么我们鼓励要在小农的地方购买，或是你去参加小农市集？因为呢，你如果到了超商，它就要有冷冻啊，然后要储存啊，要展示啊，所以它这些点点滴滴都是耗能然后再到消费。那我知道我们这个节能组的伙伴，他们很认真跟大家分享，怎么节电怎么看电费单，然后怎么在你不同的这个煎煮、炒卤各种各样的煮法当中去选择比较能够节省能源的一个烹煮方式这些其实我们很容易很会在细节上面研究清楚然后呢，最后就是废气啊。那废气其实最近有比较多的声浪在讲，特别是德化炉的新建等等那大家知道1公斤的垃圾，它燃烧以后平均会产生2公斤的碳排，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事情。我明明只生产了1公斤的垃圾，为什么它出去烧一烧，它就变成2公斤的碳排呢？何况台湾是一个碳排这个盛世的大国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overview。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去抽丝剥茧，我每一段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怎么选择那这个是一个在前面讲到很多能源的消耗耗能就是碳排，但是其实有一种东西它没有耗能，可是它也有很多的碳排，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动物畜牧业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甲烷那甲烷你看它占我们温室气体的比重虽然不如二氧化碳占了3%，甲烷可能只有16%，可是它的暖化潜势它比较 OP 一点，它比较 powerful， 所以它暖化潜势其实很高。这样乘一乘以后呢，其实它可能不输二氧化碳，造成我们地球那个这个暖化的影响所以这也是再一次佐证为什么我们在植物的选择上面，如果你能够不要选择那么多的动物性的蛋白质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这张其实前面也提过了，那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的方式，字比较大就是你看这个以同样1公斤的食品来讲，牛肉是排行榜的榜首，它
它是1公斤的牛肉，它2份牛排吧，它就有99公斤的碳排，才能养出那1公斤的牛肉，所以它的换肉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好，这是牛肉哈，然后呢，猪可能就会减1半，然后到了鸡跟鱼呢再减，然后下面这一排绿色呢，就是我们各种豆类啊，然后这个蔬菜啊、水果，其实都非常的低哈，所以其实在选择上你就很容易有一个概念，我要省碳的话，现在已经不是省钱了，我要减碳的话，我就找一个好下手的。然后呢，效率高的，是不是？那上面红色到橘色呢，其实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其实给大家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概念去理解这件事情哈。然后再来，这也是我们跟民众在做宣讲的时候很容易去让大家理解的所谓的211餐盘哈。那这个我想今天有那个专家在做，但是我想就是以我这个推广的角度，我们就会很简单跟民众说其实就是大家知道211吗？蔬菜2，好，然后蛋白质1，然后全谷类呢是1就够了。然后呢？再来就是呢，你看我们现在去外面，可是我们现实是什么？这个左边呢是大家常看到的便当哈，这个肉是蛋白质，对不对？然后这豆干也是蛋白质，还有那个豆芽菜，它其实也是很高的蛋白质哈。这些加在一起，你说我们菜在哪里啊？有两片小黄瓜，然后剩下呢就是那个饭，所以你觉得这样有符合211吗？右边这个图呢，才是应该是大家的精彩的人生哈，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吊诡的哈，所以代表我们的饮食也有很多需要在内化以后再做出改变的空间。那这个是一个早期的资料，2020年那时候联合国的农粮组织它就已经讲了这个黄字的部分哈。完全以全植物的饮食跟天然食品为主，这个是永续健康饮食的最大的原则哈。而且呢，在不虐待动物的主张之下呢，尽量在你没有替代性动物产品问世之前，全植物性的饮食是最为友善环境的哈。有这样的一个。对，然后再来呢，其实我要提的一点就是，我这张图里面其实很少放，但是因为据说这个我们本国呢，这个手册呢很多年，可能6年、7年、8年都没有更新了哈，跟以前是5年就会更新1版的哈。那这个其实意思是，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讲，因为很多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民是很奉公守法的，所以当你有一个政府的政策当做一个 backup 的时候，他会比较愿意买单。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大家都是好人呐，没有台湾人都是好人，对吧？可是你跟他讲，他只要觉得这个可是我这个要过节啦，我总是要去买一个菜啊。你那个菜单打开没有任何鸡猪牛羊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不像个餐厅。甚至会有这样的觉受哈，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政府或是政策面应该要去做的突破。然后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剩食，剩食是台湾很严重的问题哦。每一天台湾产生4万桶的厨余，相当于70座101大楼堆积起来的高度。那这些是什么呢？都是浪费来的。怎么浪费呢？譬如说，是不是少一张？对。好，譬如说呢，还没有进市场的就被淘汰掉的丑蔬果丑蔬食，或者呢，到了餐厅以后，他要去头切尾，然后丢又有一大堆，又被浪费掉了。然后到了我们家呢，进了冰箱，我忘了那个冰箱，这个已经2个礼拜了，已经有点长霉了，不能吃，又丢掉。然后你烹煮的时候呢，又吃不完，小孩又不吃，然后大人这个老人家可能吃不下，所以你就有一些剩食，这些加来加去呢，大概我们的饮食系统里面有1/3的食物都是被浪费掉的，所以是很可观的哈。我们前面不是说饮食占我们整个碳排的1/3吗？1/3的1/3就是1/9，大于10%的碳排是被浪费，是根本没有必要，你根本就不应该生产出来，你生产出来就应该把它消耗掉，不要再重复的生产哈。所以这是我们的很多很严重的事情。那其实呢，我们做推广讲座就会像今天的场次就会碰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呢就会互相的串联。那这是我们最近有一场他是在做这个社区营造，他是在敦安公园那边会做一个零剩食的派对。那我想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力量的展现？就是我觉得要改变成蔬食者他是需要行动的。所以我们听再多的简报，我非常疼惜刚刚北女的老师我是北女的这个学妹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你会发现带动性很小，你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带动得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气候紧急的时代，就是靠行动。那行动就是靠你我，就是我们有共识是不可能是
不支持这件事情的人，我们去互相串联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最后讲到这个厨余箱的这件事情啊，那就是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也会去请一些老师啊，帮我们的志工做培训、做上课。然后这是新竹的健太老师啊，陈健太，那他是图门农法图门这个设计的老师，然后他最近这几年都在推所谓的厨余箱啊。那这厨余箱呢，已经推到很成功。我们有一位帮你的伙伴，甚至把它带到他的公务机关去，然后就在公家机关的餐厅直接就布了一排6个厨余箱，每天吃不完的这个餐色，因为公餐嘛直接去喂养到厨余箱以后，然后在这个公共电视都已经有一个专题的报道那这个进了厨余箱以后呢，就会产生那个好的有机质这就会再回馈到我们的土壤所以呢，最后要跟大家提的一点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蔬食很重要，可是有机这件事情更重要。那有机不一定是蔬食坦白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机的产业很发达，也可以在没有这个化学饲料的情况之下，养出这个有机的荤食来。那我觉得这是2种市场一方面我们可能要去攻一下这个蔬食的健康医疗这方面的一个诉求，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你要给他过渡时间，他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但是他总是要知道说有机的饮食，不管是荤的素的，对个人的影响，还有对我们土地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有机的农场它是可以让这个土壤不要继续被残害为什么现在这个农夫，台湾农夫其实很可怜，他一定要下药，不下药他根本长不出东西，他怎么生活所以其实我们从农人的角度，他有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那但是呢，就是恶性循环，所以越是用了很多的化肥啦、农药啦、除草剂，它就让那个土壤越加的恶化，里面的微生物群都不见了。那就像很像我们的肠道，所以其实刚我很喜欢我们那个王博兴这个董事长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它其实这个宇宙跟世界跟我们人体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要对待我们的肠道、益生菌好菌、坏菌，还有丰富的肠道菌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让土地没有这样的能量呢？怎么能够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比较多人关心土壤的这个很多，包括主妇联盟包括这个慈心有机的基金会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在看齐。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永续的农业来进行作为我们主要的耕作的方式的话，一方面可以减少森林的砍伐然后再来呢，它每年就可以增加0.4%的表层土壤，这个有机碳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土壤渐渐就会恢复它的肥力，然后呢也能够抵消我们人类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黄碳这样的减碳方式要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最后就是呼应前面的各位专家讲到的，就是我觉得违反本性的事情都撑不了多久，所以为什么我很赞叹我们在座所有的各位这个专家、各位校长、各位这个研究员就是我们概念的推广，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事。你要真的相信，你才会这么做。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所以呢，就给大家2句话你怎么对待肠道，你就怎么对待土地你不想要吃那些就是伤害身体的东西，你就不要这样子释放到土地里面。然后呢，气候变迁这个行动的最后一里，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里，其实就是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好，但是希望呢，将来我想今天有这么多好朋友，能够大家互相的串联用更多的行动的方式来让这个蔬食救自己，然后救地球的这件事情能够真的美好的发生。好，谢谢。哇，太精彩了，非常感谢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演讲。这是我们补充一下，就是扫码可以扫，就是我们这个在做推广的时候的一个申请表单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跟我们光疗协会来做这样的申请，谢谢。哇，太棒了！那这就是大家准备拿起手机，我们等一下很多地方要扫描